穿越斗罗，我被武魂殿废掉修为，曾经先天满魂力，顶级剑武魂，剑斗罗亲传弟子，从此沦为废人。消息传到了七宝琉璃宗，宁风致捏着信纸，眼底却藏着一丝如释重负。蓉蓉是七宝琉璃宗未来宗主，绝不能和一个废人结婚。纵使李长生从前天赋盖世，沦为废人便再无价值。剑叔委屈长生了，往后就让他留在宗门做个寻常弟子吧。宁风致已顾及陈心收徒多年的情谊，陈心神色平淡，魂师之路本就凶险，踏上这条路便要做好殒命受挫的准备。技不如人，怨不得旁人。李长生是在大斗魂场败落，对手皆是同级魂尊，即便对方出自武魂殿，只要手下斗魂规则取胜，宗门便没有出头的道理。后山凉亭，李长生静坐整夜，手中2尺残剑，恰似天边残缺残月。天不胜我李长生，见到万古如长夜，纵然万劫不复，我亦一往无前。昔日意气风发实力下的豪言反复回荡，像从前的自己在讥讽如今颓丧的他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他为何不能从头再来？他目光死死锁定怀中断剑，并除杂念成新官道，顷刻大雨倾盆，整座七宝琉璃宗笼上一层水雾，雨水浸透衣衫。李长生分毫未动，不多时，无形凛冽剑意自周身铺开，3丈之内万物无法靠近，雨水再也落不到他身上。残剑在剑意包裹下泛起苍茫白光。大雨连绵3日，宗门上下几乎彻底将他遗忘。3日后，手中断剑自行复原，双白剑光压过残月，剑身刻着的木马牛3字熠熠生辉，无瑕也无翘，暗示夜长明，3尺木马牛可折天下冰。李长生缓缓睁眼，剑光自眼底一闪而过。3日滴水未进，身体却毫无饥渴之感。他心头震惊，体内魂力竟重新流转，我的魂力居然能动用了。手中长剑看着与从前无异，却多出木马牛3字。他瞬间醒悟，从前的顶级剑武魂并非完整形态，历经大起大落，看透宗门冷暖，明晰心中道途后，武魂终于完成进化。他望向山下成片屋舍，唇角勾起洒脱笑意。魂力虽恢复，所有魂环尽数消散，于他而言反倒恰好。这些年我替七宝琉璃宗吸引无数目光，也算两不相欠。从此你我各自安好。他心中清楚，往日弟子的嘲讽排挤，皆是宁风致等人默许。若非宗门高层纵容，一众普通弟子绝不敢肆意非议昔日宗门天才。一道清冽剑光划破夜空，李长生转瞬消失在天际。片刻后，宁风致、陈心、古荣3道身影赶至后山凉亭。当晚无人知晓此间变故，只听闻剑斗罗喊剑大发雷霆。蜿蜒官道上，一辆马车缓慢前行，车内李长生裹着沾满尘土的破旧羊皮裘，模样狼狈，任谁也无法将他与当年名震天斗的天才少年联系起来。他却毫不在意。此行目的地星斗大森林，星斗大森林千年魂兽储量远胜落日森林，正是他的目标。他计划第1魂环吸收1000年，第3魂环冲击万年，武魂进化后肉身强度、精神力同步暴涨，2枚1000年魂环足以将他魂力推至40级，届时承载万年魂环便有把握。高耸参天的古木映入眼帘，星斗大森林已然抵达，车轮碾断枯枝，马车停在森林外围。车夫小心翼翼开口：“大人，前方就是星斗大森林，小人任务已了，能否？”话音戛然而止，拦路劫财的山匪仗着自身魂师身份盘踞此地，今日撞上李长生，实属命数到头。李长生走下马车，瞥都未看倒地匪寇，抬眼望向遮天蔽日的密林，下辈子擦亮眼睛识人。此刻尚且清晨，林间光线昏暗，遍地疯长的草木混杂着草木与腐臭气息。剑戟地龙，从前许你未果，今日正好了结。赶路途中，他早已敲定猎杀目标，剑戟地龙、翠魔云蛇皆是备选。他足尖轻点，数月之下深入森林100米，星斗大森林千年魂兽随处可见，高空飞行极易遭受偷袭，是极不明智的选择。即便步步谨慎，半日途中仍接连遭遇数波100年至千年魂兽突袭，直至一片恶臭沼泽。他终于寻到目标，褐绿色巨兽大半身躯埋在淤泥，只露出如利刃般的脊背。李长生暗中观察，脊背3片完整剑脊，一片右脊，年限约莫3500年，完全契合需求。可他骤然皱眉，压下出手念头，不对，这不是剑戟地龙，是剑戟恶龙。剑戟恶龙为地龙变异种，战力更强，尾部化作锋利剑刃，危险程度翻倍，却反倒勾起李长生战意。魂兽年限越高，血脉越强，凝聚的魂环威力越出众，用来做木马牛手环再合适不过。便以你为我心生剑道开篇。李长生朗声一笑，握剑飞身冲入沼泽。剑戟恶龙眼底凶光暴涨，尾刃狠狠横扫，撕裂空气，发出刺耳尖啸，金铁交鸣之声轰然炸响，巨大力道顺着剑身震得李长生手臂发麻，却丝毫没有退却。积压多日的玉气尽数借此战宣泄，冲天剑意席卷四方，银光连绵不断，碰撞震落漫天树叶。剑戟恶龙坚硬外皮布满剑气伤口，凛冽剑劲封锁伤口，使其无法自愈。他满心疑惑，眼前少年无一枚魂环，肉身与剑意却强横至此。去！李长生低喝，木马牛脱手飞出，化作一道夺目剑光直刺恶龙巨口，血柱喷涌，紫色千年魂环自尸身升腾而起。木马牛在空中盘旋一拳，落回他掌心。李长生长舒一口气，无魂环斩杀千年魂兽，天下间除我再无第二人。调息片刻，他目光灼灼看向悬浮半空的紫环，3500年，我的第1魂环。紫环骤然收缩，化作手镯大小凝视光轮，径直套在木马牛剑身。狂暴锐利的兽魂能量冲入四肢百骸。李长生闷哼一声，身躯微微震颤。3500年魂环的冲击力远超从前吸收过的魂环，能量在体内肆意冲撞。好在武魂进化后魂力浑厚磅礴，转瞬便压制住躁动力量。一炷香过后，他肉身再度淬炼变强，一枚紫色魂环静静盘旋周身，魂力稳定在39级。待吸收第2枚千年魂环，便可突破40级，冲击万年。第3环，他唤出木马牛，3尺剑锋寒光凛冽，直视遍
绝双目刺痛。木马牛自带攻伐之能，第一魂技剑气滚龙臂亦是大范围杀招，威力远超我未被废时的第三魂技。人剑合一的境界，他随手便可达成。李长生握紧长剑低喝，剑气滚龙臂，凌厉弧光席卷而出，苍茫剑气撕裂沿途草木，地面刻满纵横沟壑，100米之内所有障碍物尽数搅碎。望着眼前横贯100米的剑痕，他心中十分满意。星斗大森林入口，赵无极带队史莱克7人驻足，壮汉面色凝重，叮嘱众人：星斗大森林绝非普通猎魂森林，随处可见千年、万年魂兽，进入后任何人不得离我20米开外。宁荣荣、奥斯卡寸步不离，无我命令不准主动招惹魂兽，听清没有？明白。宁荣荣忽然一声惊呼，众人视线尽数转向他手指方向，马车旁横卧一具魂师尸体。唐三上前查验伤口，沉声道：一击毙命，伤口为利器所致，出手之人至少魂尊修为。赵无极随意摆手安抚众人，不必大惊小怪，这便是给你们的警醒。星斗大森林的威胁不止魂兽，歹人魂师同样致命，切勿随意和陌生魂师结伴猎魂。尚未入林便撞见凶杀，一行人心中警惕拉满。7人大多从未见过鲜血，唐三前世也只是宗门后勤。宁荣荣低声询问唐三：能看出是什么兵器吗？应当是长剑。对方掌握飞剑类魂技，飞剑2字让宁荣荣瞬间想起李长生。家中书信提及李长生疑似借残存剑意御剑离去，剑斗罗也断言他武魂尽碎，生机断绝，绝无复原可能。不会是长生哥哥，他已经彻底沦为废人。9星海棠魂师都束手无策，怎么可能孤身来到星斗大森林？他喃喃自语，眼底藏着愧疚。长生哥哥，别怪我，是你教我的。7宝琉璃宗未来宗主必须以宗门为先。一旁奥斯卡将他的呢喃尽收耳底，心中暗自窃喜。戴沐白曾说失忆女子最易打动。正午烈日高悬，史莱克一行人走到剑戟恶龙战死的沼泽，看着地面100米长的沟壑，戴沐白满脸震撼。赵老师，这得何等修为才能造成这般破坏？至少魂宗水准，甚至更高。但魂师对战不在于破坏范围，精准制敌才是根本。赵无极抬手指向5里外一片大湖，湖面波光粼粼，静谧如画。一声尖锐鸟鸣陡然撕裂寂静，一只灰鸟从高空坠落湖面，水中魂兽争相撕咬。湖面上空，李长生御剑而立，低头看着湖中景象，面露笑意。方才出手是试验第2魂技剑罡护体，8000年魂兽孕育的魂技效果远超预期。剑罡护体自带100%反伤，同级攻击全额反弹，对手每多1环，反伤削弱1成，反弹伤害同步抵消自身承受冲击。待集齐魂环，即便封号斗罗公式也能折损半数威力并返还，虽单次触发，生存能力却大幅暴涨。休整完毕，下一步目标万年魂兽。话音未落，森林深处传来震天兽吼，群鸟惊飞四散，湖中魂兽慌忙前进水底，是泰坦巨猿。李长生瞬间反应过来，史莱克一行人此刻正在林中，他清楚泰坦巨猿不会伤害唐三等人，自己却无主角庇护，稍有不慎便会被巨猿随手重创，当即决定远远避开。日暮西垂，漫天晚霞染红天际，森林重归平静。李长生思虑一番，决定次日再深入腹地。夜间密林万年魂兽活动频繁，无谓消耗自身战力。次日破晓，霞光漫天洒落林间，李长生溪边简单梳洗，褪去满身狼狈，2重千年魂技傍身，底气十足。他无意主动招惹史莱克，但若对方仗着所谓不惹是非好魂师的说辞寻衅，他不介意拔剑相向。泰坦巨猿现身过后，林中魂兽尽数向森林外围迁徙，他直奔此前打探的淬魔云蛇巢穴，却只剩空空洞窟。但愿蛇王没有被其他人猎杀。再寻合适万年魂兽不知要耗费多久，他能精准掌握各类魂兽栖息地，全靠7宝琉璃宗完善情报网，单凭一己之力搜寻如同大海捞针。淬魔云蛇生性怯懦，族群死伤便会立刻迁巢，只能寄希望蛇群尚未远走。日上三竿，草丛传来细碎响动，李长生凝神握稳木马牛，片刻后，一条手臂粗细的翠绿青蛇探出头，确认无危险才缓缓游向巢穴。鳞身布满云状白纹，是普通千年淬魔云蛇。他按兵不动，淬魔云蛇素来谨慎，蛇王定会派遣大量族人探路，确认安全才会现身。大批淬魔云蛇陆续归巢，一条1丈多长的巨型淬魔云蛇王在族群簇拥下游处。时机到了，紫色第一魂环亮起，李长生低喝，第一魂技剑气滚龙臂，旋转剑气席卷蛇群，普通千年淬魔云蛇瞬间殒命。蛇王吃痛嘶吼，化作一道翠色流光急速逃窜，想走。李长生冷笑，木马牛击射追向蛇王，残存淬魔云蛇受血脉驱使，齐齐化作绿箭朝他扑来。第2魂技剑罡护体，凛冽剑光裹住全身，袭来的淬魔云蛇触碰剑罡便气力大衰，100年蛇类当场坠地。不等蛇群近身，木马牛已然刺穿万年蛇王身躯，蛇王一死，血脉压制消散，剩余淬魔云蛇四散逃窜。李长生并未追击，这群魂兽空有不俗战力，遇事只知逃跑，不懂合力对敌，不足为惧。他就地吸收万年魂环，半日后方才稳住气息，魂力彻底突破40级。黑3环依次悬浮周身。第3魂技两袖青蛇，2道灵动剑气化作青蛇飞出，轨迹刁钻，专寻破绽。5人合抱的古树瞬间布满细密孔洞。剑气滚龙臂擅长群攻，两袖青蛇专攻单体，杀伤力更为恐怖。魂技威力足够，唯独攻击距离不足，希望第4魂环能补足远程短板。他心中已有第4魂兽人选，目标悬念灵雀。此兽感知极强，会散落羽毛遍布巢穴，监视周遭，稍有异动便集体迁徙，只能高空御剑搜寻，避开探查。剑芒如流星掠过泛黄天际，高空飞行凶险万分，若无足够实力便是活靶子。如今他双千年1万年魂环在身，不惧3、4万年魂兽，待集齐第4环，
便可正面抗衡6万年巨兽。下方林间，赵无极望见头顶见光，不屑冷哼，不知死活，竟敢在星斗高空遇见。唐三近日异变，让他心中积郁怒火，见人鲁莽行事，便出言嘲讽。戴沐白附和点头，高空无遮挡，极易遭偷袭。我们有魂圣庇护，服用飞行蘑菇肠也只敢低空穿行。宁荣荣望着远去见光，心头再次浮现李长生的身影，又连忙摇头自语，不可能是他，他不可能拥有这般实力。李长生全然不知自己从史莱克头顶飞过，即便知晓也毫不在意。他与七宝琉璃宗、史莱克本就两路之人，先天满魂力搭配两紫一黑的前3环，底蕴实力远非史莱克众人可比。对方唯有依靠仙草才能追上自己，他绝不会给这个机会。半炷香后，李长生抵达第一处悬念灵雀巢穴，洞窟早已废弃。七宝琉璃宗记录7处栖息地，一处落空便奔赴下一处。悬念灵雀精神力超群，万年个体无需羽毛便能感知数里动静，是精神系魂师绝佳选择。族群群居配合默契，巢穴四周遍布监视羽毛，寻常魂师连靠近都做不到。他高空飞行搜寻，既能避开羽毛探查，灵雀逃窜时也能第一时间追击。连续寻访4处巢穴，全部空无一物，其中1处巢穴残留温热痕迹，显然族群刚刚迁走，自己行踪早已被灵雀察觉，能提前探知我的踪迹，还在林间低空活动，这附近必定有悬念灵雀族群。密林另一处，天水学院一行人蓝衣列队谨慎前行，带队女魂王沉声提醒：星斗大森林危机四伏，切勿视作普通猎魂森林，全员提高警惕。水月儿嬉笑着缓和气氛：姐姐不用太过紧张，我们只在外围寻找千年魂兽，有老师和你我2人在，不会出事，外围也不能松懈。前几日泰坦巨猿现身外围，说不定还有滞留的万年魂兽。水冰儿神色严肃，魂王老师刚点头附和，瞳孔骤然收缩，失声大喊：万年魂兽，你们快跑，我来阻拦！天水学院5名少女心头巨震，水冰儿也紧绷武魂，外围偶遇万年魂兽概率极低，却偏偏被他们撞上，巨兽直冲众人而来。4万年悬念灵雀，魂王看清来者，心底升起绝望。同阶之下，悬念灵雀战力平平，4万年等级差距悬殊，他身为5万年魂环的魂王根本无力抗衡。悬念灵雀方才被李长生追击，心中憋闷，见拦路魂王便生出泄愤之心，一声锐鸣提速冲撞，转瞬之间，魂王老师被撞飞，摔在少女们逃跑的前路。老师！水冰儿惊呼，一行6人，除去重伤魂王，仅水冰儿、水月儿达到魂尊，剩余3人皆是30级大魂师，连老师都瞬间落败，他们根本无力抵抗。悬念灵雀再度俯冲袭来，水冰儿咬牙唤出冰凤凰武魂，就算身死也要拼死反击。就在此刻，一声呵斥破空而来，孽畜，竟敢伤人！李长生被灵雀一路戏耍，本就心生怒火，又见他袭杀人类，当即出手，黑色万年第3魂环亮起，第3魂技两袖青蛇，2道青蛇剑气急速射出，快到肉眼难以捕捉。悬念灵雀惊恐啼鸣，周身羽毛炸开，满心懊悔没有早早远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40级魂师竟坐拥2000年、1万年3枚魂环，实力远超自身。天水学院少女们怔怔望着3道剑光掠过头顶，悬着的心尽数放下。水月儿迟疑开口：姐姐，我们得救了。水冰儿缓缓点头，语气凝重。方才那位前辈动用第3魂技，亮起的却是黑色万年魂环。众人陷入沉默。万年第3环违背所有魂师常识，可这般强者绝不会报错魂技，此事不可外传，切勿私下议论。水冰儿立刻叮嘱同伴，能追杀4万年悬念灵雀的强者，绝非他们能够招惹，胡乱议论只会无端树敌。水冰儿望着那位强者离去的方向，神色晦暗不明。快把老师扶起来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星斗森林深处，悬念灵雀终究没能逃过李长生的追杀，不愧是李纯刚最常用的招式，威力果然强横。李长生低声思索，只是青蛇追击距离有限，想要远距离追杀，我必须同步跟进，希望这第4魂环能给我惊喜。他踩在悬念灵雀尸体上，注视缓缓升腾的漆黑魂环，心头忐忑。他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承受4万年魂环，不过吸收第3魂环后，他测算自身极限在3万9至4万年区间。4万年悬念灵雀本就罕见，下次再遇同类，年限绝不可能达到这般高度。1、2万年的第4魂环他根本看不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般机缘绝不能放弃。打定主意，李长生就地打坐，全力恢复耗空的魂力。半刻钟后，状态回稳，他正式引动4万年魂环开始吸收，海量狂暴能量冲入经脉，剧痛如同卡车撞击骨骼血肉，全身肌肤寸寸开裂，鲜血不断渗出。这仅仅只是肉身考验，真正的凶险藏于识海。悬念灵雀残魂在精神世界凝出形体，满含怨愤地盯着他，一声尖锐鸣啼化作刺骨精神冲击，直刺神魂。李长生脸色瞬间惨白，心底暗自庆幸，若不是早已修成明心见性，这一击足以直接覆灭他的神魂。我的道是长生，是无敌，永世不受他人欺凌。话音落，一柄锋芒彻骨的飞剑在他识海成型，本体一遇，区区残魂也敢阻我大道。飞剑瞬间洞穿灵雀残魂，精神冲击随之消散，魂环吸收步入尾声。李长生紊乱的身躯逐渐平复，右眼生出一圈精致古纹，瞳孔化作狭长树瞳，2紫2黑4道魂环整齐浮现在周身，右眼流转朦胧灵光，10里范围内一切景象尽收眼底，居然掉落外附魂骨。李长生难掩欣喜，这块骨名为玄剑破妄眼，自带3项能力：精神外放、看破虚妄、精神化剑攻敌。精神外放当前极限实力，且会随修为同步扩张，不愧是4万年魂兽产出。配套第4魂技名为万里飞剑，属于标记类魂技，只要被玄剑破妄眼标记目标，10里之内任意距离都能直接催动飞剑袭击，单独使用只是不俗偷袭手段，搭配破妄眼便能做到无形索命。未来修为提升，探查与攻击范围还会持续扩增，真正做到御剑千里取敌首级。魂力稳定在45级，比预估高出2级，省去大量苦修时间。12岁45级，修炼速度甚至超过唐三，如今总算能自在游历这片天地。自觉行武魂起，他便被陈心带回七宝
琉璃宗，常年背负守护宗门的重担，最远只去过落日森林，如今卸下宗门弟子身份，一身轻松无拘无束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李长生仰天长啸，踏剑腾空，一道清亮剑光划破沉沉夜幕。星斗大森林外围，天水学院一行人驻足眺望。水月儿迟疑看向高空剑光，姐姐，那是不是方才那位前辈？是他，应当已经吸收完那枚万年魂环。水月儿满眼艳羡，我们以后也能这么强吗？水冰儿一时无言，方才险些重创他们老师的魂兽，在那人手中只能狼狈逃窜。他不敢确定自己多年后能否抵达这般境界。听对方声音，年纪似乎比自己还要小，他暗自宽慰，世间存有驻颜宝物，顶尖强者获取并不稀奇。老师醒过来了，同伴的呼喊将他思绪拉回现实。森林中段，史莱克众人同样望见天际剑光，赵无极眼底泛起凶光，认出这是先前掠过头顶的那道剑影。此前顾及唐三吸收魂环，他没有出手阻拦，如今唐三无事，再无顾忌，决意给这名不知轻重的魂宗一个教训。身为魂圣，他魂力感知敏锐，一眼辨出对方仅魂宗修为，就算是魂帝敢从他头顶飞过，他也要出手惩戒。戴沐白看穿赵无极心思，冲众人递了个眼色，推着马红俊等人上前观望。戴老大，咱们去哪？等着看赵老师出手。话音未落，赵无极魂环尽数亮起，庞大大力金刚熊虚影浮现。第5魂技，重力挤压，千钧重力形成笼罩长空的力场，直直拉扯空中的剑光。李长生只是御剑散心，没料到会遭人突袭。玄剑破望眼一眼看穿树林内出手之人，认出史莱克一行人，既然主动对我出手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，正好借此试探自身真实战力。第2魂技，剑罡护体，妖异紫光笼罩周身，7成重压瞬间消散。赵无极肩头猛地下沉，地面踩出巨大深坑，心头巨震，紫紫黑黑4道魂环，竟是双生武魂持有者。李长生第3魂环同步放光，漆黑剑气遮蔽月光，整片林地陷入昏暗。林间史莱克几人被树木遮挡，看不清对方魂环，只察觉空中交替翻涌紫黑2色魂力波动，误以为对方是魂王。马红俊心生担忧，戴老大，赵老师不会吃亏吧？小胖子，你忘了当初赵老师收拾万年王八的场面？区区魂王不值一提。众人闻言放下心，静静等候好戏。可下一瞬，赵无极一声痛吼，震彻山林，地面轰然震动，出事了，快去看看！7人匆忙冲进林地，眼前景象一片狼藉，树木尽数碎裂成木屑。赵无极倒在深坑之中，浑身布满伤口，2道贯穿伤触目惊心，面色惨白，空中早已不见那道剑光。所有人沉默不语，心知赵无极惨败。小奥，快释放恢复香肠！赵无极此前动用武魂真身对抗泰坦巨猿，实力仅剩平日一半。李长生几番招式齐出，才勉强将其重创。他自身也挨下一记大力金刚掌，魂力损耗殆尽，强撑最后气力远远撤离，避开史莱克众人的围堵，随后彻底晕厥，从半空坠落，侥幸挂在矮树杈上，才没有直接摔落重伤。不知昏睡多久，轻柔的呼唤传入耳中：“醒醒，你还好吗？”李长生缓缓睁眼，天色已然大亮，刺眼日光让他一时难以适应，浑身酸痛，丹田枯竭，头脑胀痛，诸多不适感让他快速清醒。眼前几名少女，正是昨日与玄念灵雀对峙的天水学院一行人。那位受伤的中年魂王老师也跟在后方。我无碍，魂力枯竭。他嗓音嘶哑干涩。交谈间，李长生得知他们来自天斗城天水学院，学院只收女弟子，平日里极少现身大斗魂场。几人守在一旁，他就地打坐恢复魂力。昨夜不仅魂力耗尽，连续2次精神化剑重创赵无极，精神力同样透支。即便赵无极不曾专修精神，多年吸收万年魂环，神魂根基依旧浑厚。李长生几乎掏空精神本源才伤及对方，仅仅恢复3成魂力，他便停下打坐，并非忌惮几人偷袭。昨夜对方若有歹心，他昏迷时便会遇害，无需假意搭救，只是精神力亏空之下，继续打坐恢复效率极低，不如静养自行回蓝。多谢诸位搭救，日后但凡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水月儿摆了摆手，语气直白：“你尽快离开就好，我们不需要你报答。”在他眼里，对方气息微泯，看起来不过普通大魂师。他们队伍全员30级以上魂尊，此人同行只会拖慢猎杀魂兽的进度。水冰儿蹙眉呵斥妹妹：“怎可这般待人？学院教导的礼数你全都忘了。”水月儿畏惧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抿唇低头不再言语。水冰儿转向李长生，柔声说明：“此处距离森林外围尚有一段路程，独行极易遭遇魂兽，我们要深入猎杀千年魂兽，途中同样凶险，去留你自行抉择。”李长生素来不愿亏欠人情，几人实力他一清二楚，目标仅是普通千年魂兽，毫无致命威胁。况且赵无极受伤因他而起，遇上便是缘分，理应予以补偿，帮他们猎杀3头千年魂兽，既能还清救命之恩，也能弥补前日冲突的不足。我随你们一同前行。水月儿满心不悦，只当他想借机依附队伍，甚至觊觎水冰儿。外围多是10年、100年低阶魂兽，独自离开远比跟着猎杀千年魂兽安全。执意同行必然另有所图。我们要猎杀千年魂兽，危险重重，你可想清楚啊？水冰儿并未阻拦妹妹发问，她心中同样存有疑虑，只是恪守帮人帮到底的准则，不会半路抛下对方。就算李长生执意同行，他也会尽力护住其安危，无需顾及我，正常赶路即可，不知好歹。水月儿见姐姐目光示意，只得闭口，转身不再搭理他。李长生并未在意众人的偏见，帮他们集齐魂环便会即刻离去。旁人看法早已无法牵动他心绪。脱离七宝琉璃宗后，他早已看淡外界评价，跟上队伍切勿擅自行动。水冰儿轻声叮嘱，明白。一行人再度启程。那名碧水玄龟武魂的魂王老师一路沉默，目光始终落在李长生身上。森林内假借弱者身份偷袭夺宝的势力层出不穷，保持警惕本就理所应当。李长生自身也时刻戒备，随时能出手应对突发危机。半日行程过去，沿途撞见数头低阶魂兽，不等李长生出手，便被天水学院少女们联手解决。
原地休整片刻，水冰儿取出驱兽药粉撒在四周，招呼众人分食干粮。李长生独坐树杈，离开七宝琉璃宗时，他未携带任何物件，魂导器也尽数留在宗门，一路饥寒皆是捕猎魂兽果腹。水冰儿察觉他身无干粮，主动开口：“我这里备有余粮，你过来取用一些。”李长生没有推辞，省去捕猎功夫。水玉儿见状，脸色愈发冷淡。众人围坐休整。森林之中充足的体力与精神是保命根本。李长生依旧在树顶闭目冥想，忽然他眼底灵光一闪，精神力扩散2里开外，探查到2头急速奔来的魂兽，一头千年黑水蟒，身后正被千年嗜血蛛皇追杀，慌不择路，直奔众人方向。嗜血蛛皇天赋特殊，吞噬血肉便能精进修为，同年线下战力远超普通魂兽，千年层次足以抗衡，甚至击杀万年魂兽。片刻后，魂王老师也感知到2股强横气息，神色凝重。白皇子子5道魂环升起，碧水玄龟虚影附体。天水学院众女心头一震，本只打算在外围寻普通千年魂环，接连遭遇高阶凶兽，运气极差。水月儿握紧武器站在队伍前方，其余少女同步武魂附体，做好迎战准备。水冰儿看向持剑的李长生，出言提醒：“等会战况凶险，千万别乱跑。”李长生神色平静，不见半分慌乱。水冰儿望着他持剑的模样，恍惚想起先前那位一剑逼退悬念灵雀的剑秀，转瞬又甩去杂念。魂师终究要依靠自身，不能事事寄望他人援手。一声尖锐嘶吼由远及近，黑水蟒庞大身躯破空冲来。水月儿一眼认出黑水蟒正好是配对内队员，可老师为何这般紧张？话音未落，身披暗红硬甲的嗜血蛛皇紧随而至，8根锋利猪腿轻易洞穿粗大树干，一跃数十米，威慑力十足。是嗜血蛛皇！水月儿失声惊呼：“你们立刻撤离，我来阻拦二者！”魂王老师催动3、4、5环，巨型玄龟挡在队伍最前方。黑水蟒本可绕开人群，此刻却刻意转向，意图借众人阻拦追兵。魂师奔跑速度远不及2头凶兽，一旦四散逃跑，只会被黑水蟒率先追上，沦为蛛皇口粮，留下抵抗上有一线生机。月儿带其他人先走。水冰儿冰凤凰武魂展开，鸣声清冽。老师前日被悬念灵雀重创，战力折损，独自留下必死无疑。他的顶级兽武魂上有几分周旋余地。水月儿咬牙看向剩余3人，小玉，你们快走！海豚武魂虚影在他身后浮现。李长生微微挑眉，内陆少见水系海豚武魂，这类武魂在水域才能发挥全部实力，内陆极为稀有。小玉面露犹豫，可凶兽已然近在咫尺，撤离为时已晚。黑水蟒从众人头顶掠过，树丛中透出算计的光泽，平淡的声音骤然响起：“谁准你冲撞过来的？”一道剑光一闪而逝，千年黑水蟒当场被斩作2段，喷涌的蛇血在众人头顶3尺凭空消散。天水众女震惊失语，水月儿更是难以置信，她认定的拖油瓶竟能不用魂技瞬杀千年魂兽。后方追击的嗜血蛛皇猛地顿住，周身绒毛根根倒竖，8只复眼死死锁定李长生，魂兽本能警示他，此人危险性远超过往所有万年魂兽。李长生无视蓄势待发的蛛皇，看向一旁正愣的少女：“黑水蟒适配你，动手了结他取环即可，我留有余力，并未彻底击杀。”名为芷儿的少女久久回不过神，呆呆望着2段蟒身。李长生转头看向企图逃窜的嗜血蛛皇，轻笑一声：“跑得掉吗？”木马牛飞剑破空而出，剑光席卷长空，转瞬追上蛛皇。腐蚀性极强的猪血喷涌，一圈紫色千年魂环缓缓升起，从撞见凶兽陷入绝境到李长生一剑双杀，不过短短1分钟。天水众女心绪大起大落，恐惧、绝望、劫后余生交织，恍若隔世。水月儿语无伦次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水冰儿率先躬身行礼，态度恭敬：“见过前辈，2次救命之恩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小妹先前言语冒犯，还望前辈恕罪。”魂王老师紧随拱手：“前辈高义，敢问名讳？天水学院必有厚报，不必挂怀。前日误伤你们老师，今日你们又救我一命，两相抵消。我同行只为帮几位姑娘集齐魂环，事成便会离开。”李长生2世相加年岁近40，称10几岁少女一具丫头并无不妥。魂师界打者为先，他实力超群，以长辈自居理所应当。见黑水蟒躯体仍在抽搐，李长生出言提醒：“快动手取环，失血过多魂环品质会受损。”水冰儿连忙示意：“芷儿先吸收魂环。”芷儿连忙行礼道谢，上前处理蟒身。李长生看向剩余2名少女，稍作等候，不必心急。巴拉克王国所托城，史莱克学院之内。弗兰德面色阴沉，审视史莱克7人，你们说赵无极主动出手对付1名小辈，反倒被对方重伤。戴沐白面露悲愤，赵老师先前动用武魂真身对抗泰坦巨猿，战力只剩一半。小3吸收魂环结束后，那人御剑从他头顶飞过，赵老师一时动怒才出手。院长一定要为赵老师讨回公道，胡闹！重创我史莱克老师绝不能作罢。可你们连对方身份来历一概不知，如何寻仇？众人沉默无言。马红俊满心憋屈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等老赵醒来再细细盘问。如今最难的是，不知他一身修为能保住几分。宁荣荣神色微动，欲言又止。9星海棠魂师擅长肉身伤势救治，当年李长生被废，全靠9星海棠稳住肉身根基，才没有跌落魂力。只是他武魂尽毁，空有魂力形同废人。赵无极丹田贯穿重伤，即便叶家出手医治，错过最佳救治窗口，修为必然大幅折损，就算救活，也近乎废人。为重伤的赵无极欠下9星海棠人情，得不偿失。这是宁风致曾以李长生为例教他的道理。弗兰德一眼看穿宁荣荣心思，当年长生剑客遭袭一事轰动天斗，7宝琉璃宗悬赏100万寻访根治之法，全大陆势力都清楚7宝琉璃宗人脉底蕴，只要宁荣荣开口，7宝琉璃宗出手，至少能保住赵无极部分修为，其余人先行解散，宁荣荣留下。众人离开后，弗兰德叹息开口：“院长找我是想借7宝琉璃宗人脉救治赵老师。”宁荣荣故作懵懂，他刚加入史莱克，与众人羁绊不深，并不想为此欠下宗门人情。荣荣不求完全复原，只求保住老赵一部分修为，展露实力后，天水学院一行人对李长生满心敬畏，一路再无多余言语。李
李长生毫不在意。同行途中，他一边猎杀魂兽，一边静养恢复精神力，进度远超预期。如今精神本源已恢复50%，不久便能重回巅峰。剑光再度起落，一头千年水牛4肢与牛角尽数被斩断，失去反抗之力。上前取环，集齐魂环，你们便可动身返程。李长生负手而立，林间清风浮动一法，一身逍遥剑客气运。既然答应相助，便会护送至众人离开森林。小玉望着水牛，喜出望外，行礼后持刀刺入水牛眼眶。凄厉兽吼过后，紫色魂环升腾而起。趁小玉吸收魂环护法的间隙，水冰儿单独找到李长生，取出一枚魂导器奉上，一路多蒙前辈照拂，微薄谢礼，还请收下。李长生深深看了一眼魂导器，魂导器属于稀缺宝物，唯有七宝琉璃宗这般顶级宗门才能批量持有。史莱克队内也仅有宁荣荣、唐三、戴沐白、朱竹清拥有，天水学院全队也只有水冰儿、水月儿各持一件，就连魂王老师都无魂导器，这份谢礼分量极重。天水学院向来只招收女弟子，前辈说笑，这是您应得的答谢，与校规无关。若前辈愿意入校任教，学院待遇远不止如此。言下之意，可谓他破例招收男教师。李长生笑着收下魂导器，孤身在外，没有储物器物诸多不便。至于入校邀请，他婉言回绝，一来不愿再依附任何势力，受宗门利益束缚；二来天水学院地处天斗城，极易撞见宁风致与七宝琉璃宗众人，他不愿再与宗门产生牵扯。水冰儿难掩遗憾，这般顶尖剑修若执教天水学院，全队实力都会大幅提升，可对方无意，他也无法强求。祝前辈早日登顶魂师境界。李长生淡淡一笑，魂师巅峰从不是他的终点，仅仅只是中途歇脚之地。他毕生所求唯有成神。长生，水冰儿转身回去为小玉护法。李长生纵身跃至树巅远眺，接连猎杀千年魂兽，亦是打磨自身剑势。如今他剑势已至顶点，却始终无法突破瓶颈，如同隔着一层透明门户，看得见前路，却无从踏入。想要破境，唯有另辟蹊径，自创专属魂技便是最好的选择。他心中已然有了完整构思，若能创出此招，必将成为斗罗大陆最强自创魂技。所有自创魂技的创造者，皆对自身招式抱有绝对自信，争夺极致巅峰的信念，才是钻研自创魂技的根基。这一招便命名为断长生。长生剑客，一剑断长生，凛冽剑意自他体内四散涌出，周遭翠绿树叶接触剑意，迅速枯黄凋零。我这是……李长生望着满地枯叶，瞳孔骤缩，竟又悟出一种剑意。他本就持有一道纯粹功法剑意，威力不俗，却远不及眼前这道诡异，能令草木枯萎，便叫春秋剑意。单一剑意难展实力，唯有将剑意融入剑中，才算修成剑士。届时寻常刺、挑、劈，皆能化作威力无穷的剑招。此前他参悟的是最基础的睿智剑意，奈何卡在剑士关口，才打算自创魂技另寻突破。如今多了春秋剑意，以他的剑道根基，很快就能融剑意入剑，踏入剑士境，双剑士合一便可突破境界。自创魂技也不会搁置，修行本就技多不压身，推演魂技亦能打磨剑道。日月轮转，小玉终于吸收完第3魂环，并非人人都如李长生吸收魂环神速，他速度出众是因重修之身，魂力肉身远超普通魂师。前世他吸收魂环速度也与常人无异。吸收完毕，我们动身返程。李长生淡淡开口。星斗大森林停留已久，该去往别处游历。晌午时分，一行人走出森林，林内闷热潮湿，外头清爽不少。魂师魂力护体，寒暑皆不惧。即便盛夏，李长生依旧身披羊皮裘。天水学院众人拱手恭送前辈。李长生微微颔首，化作一道剑光离去。他与天水学院方向相背，需南下前往星罗帝国，天水学院则要北上返回天斗城。剑光消散，水月儿忍不住发问：姐姐，前辈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一路行来，林中魂兽从未逼他动用魂技，模样与他们年纪相仿，实力却深不可测。众人猜不透是魂王、魂帝还是更强存在。水冰儿若有所思摇头，不清楚。那你在想什么？我在疑惑，这般强大的人，当初怎会魂力耗尽晕倒在树杈上？水月儿瞬间恍然，一人能在星斗大森林如入无人之境，又会力竭昏厥，两件事截然相悖，任谁都难以相信。会不会是遭到大批魂兽围攻？或许吧。洛星村地处天斗、星罗两国交界，往来商队常年在此歇脚，慢慢形成不小集市。李长生掏出一枚金魂币，定下2日天字号客房。他出行未带多少财物，身上金银全是剿灭山匪所得。水冰儿赠予的魂导器内却藏着5000金魂币，5000枚，怕是他全部积蓄。李长生轻笑，魂尊每月俸禄仅100枚，5000金魂币需省吃俭用4-5年才能攒下。何况水冰儿刚突破魂尊不久，魂导器内还备有2件换洗衣物，心思十分细腻。他目光落在一枚剑形玉坠上，普通玉饰无法吸引他，这块玉坠却源源不断散出森寒剑气，莫非是特殊魂导器？他注入魂力，玉坠毫无反应，直接排除魂导器可能。难道要以剑意催动？他先灌入锐剑意，玉坠微光微动便停滞，再加量依旧毫无变化。换春秋剑意一试，春秋剑意涌入，玉坠光芒亮上数分，随即再次定格，需要多种剑意才能完全激活。李长生眉头紧锁，世间能悟出一道剑意已是天大机缘，同时手握2道剑意者凤毛麟角，再多剑意他眼下也无力参悟，这是传承类宝物，我见到修为不足，暂且收好，日后见到精进再来尝试。收好玉坠，李长生走到窗边，即是行人服饰各异，大多风尘仆仆，先花半年游历星罗，再去找独孤博。林中仙草他势在必得，原著记载的仙草样貌他全都记得，足够用来提升修为。对付独孤博，他早有筹谋。身为剑斗罗弟子，多年来暗中派人搜寻化解碧鳞蛇毒的方子，虽做不到彻底根除蛇毒，化解独孤雁身上的毒素绰绰有余。线索指向西南药王谷，这座宗门最强者景魂帝以炼制毒草闻名，手中握
有解避灵蛇毒的办法。当年打探消息的探子修为低微，他不愿此事外传，便一直搁置至今。此次南下，药王谷是必经之地。听闻药王谷前宗主根基受损，寿元无多，心愿宗主只是魂王，不足为惧。10日赶路，云雾缠绕的苍茫山脉映入眼帘。山间瀑布垂落，潭水烟波弥漫，宛若水墨画卷，深入群山。石块上刻着“药王谷”3字。到了，李长生精神力早已扫遍整座山谷，谷内人员分布一清二楚，径直朝山谷深处走去。树杈间传来一声厉喝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层层树叶遮挡之下，李长生平静望向声源。树上的药王谷弟子心头巨震，他依靠特殊魂导器遮蔽声响，武魂又擅长收敛气息，寻常魂宗都难以察觉。眼前少年竟精准锁定他的位置，定然是凑巧猛中。少年暗自揣测，不认为年纪轻轻的外人实力能胜过自家宗主。再度换一处树杈，出声呵斥：“此地乃药王谷地界，吾引荐速速离开。”李长生直言：“不必躲藏。”对视许久，何必仍留在树上？少年瞬间浑身冷汗，满心怀疑对方只是诈唬。李长生淡淡摇头，对方只是大魂师，武魂仅能收敛气息，做不到完全隐匿，在大范围精神力探查下无处藏身，哪怕魂王躲藏于此，一样会被轻易察觉。他不再理会，继续向内迈步。站住！再上前休怪我动手！少年见状急忙阻拦，区大魂师的威胁，李长生全然不在意。少年咬牙催动武魂，同时放出预警烟花，绚烂火光升空炸开。不必传讯，直接唤你们宗主前来，不必浪费时间。李长生似笑非笑看向少年，对方14、15岁便是大魂师，天赋尚可，正常修行保底能达魂帝。少年被他看得局促，强撑着放话：“我已传讯宗门长老，劝你束手就擒，免得自讨苦吃，不必麻烦长老，叫宗主来即可。”药王谷仅有1名魂帝，2位魂王宗主，7位魂宗长老，魂圣之下，我皆无惧。少年面色铁青，第二魂环瞬间亮起，狂妄。第二魂技树影蔽日，巨大古木虚影笼罩上空，日光被彻底遮蔽。李长生明显察觉自身气力小幅衰减，简易魂技倒有些趣味，这点削弱对他毫无影响。回敬你一招。李长生抬手出剑，未完全融会的春秋剑意顺着剑锋释放，衰败之意四散蔓延，古木虚影枝叶快速枯萎，枝干寸寸萎缩，少年魂力飞速流失，片刻便彻底枯竭。李长生及时收剑，没有伤及对方根基，他此行只为求药，不宜多造杀业。不多时，3道身影急速奔至谷口，为首长老厉声喝问：“何人擅闯药王谷？”方才的少年欲要提醒，却被李长生一眼制止，只能看着3位魂宗长老上前对峙，交手转瞬结束。3名魂宗未动用魂技便尽数落败，长老们满脸惊骇，只当遇上隐居老怪物。带我去见宗主。为首长老收敛傲气，恭敬询问来意，不知前辈寻宗主有何要事，我可代为通报，求一剂解毒药方。长老苦笑引路，外人只知药王谷善制毒，极少有人知晓解毒亦是宗门强项。此人能查到这点，背后势力必然远超药王谷，抵抗只会徒增伤亡，不如顺从。谷内遍地药田，各类珍稀药材随处可见，深处还有一株样貌近似仙草的植株。李长生一时辨不出品类。一行人抵达议事大殿，殿内坐着面色憔悴、满眼红血丝的中年男子，便是现任宗主杨洛。前辈，这是我宗主杨洛。李长生拱手行礼，见过杨宗主。杨洛疲惫抬眼，找我何事？听闻药王谷制毒解毒双绝，我前来求取解药，还望宗主相助。杨洛挥手平退殿内其他人，阁下要解何种毒素？碧鳞蛇毒。杨洛长叹，碧鳞蛇毒无解，我们只能压制，消除部分毒性，足够了。阁下暂且在谷中小住几日，我即刻开炉炼药。话音未落，一名魂宗长老慌张冲入大殿，宗主，大事不好，药王门打过来了。杨洛厉声呵斥，6长老稳住心神，莫失宗门体面。来不及了，对方人马已至谷门。杨洛脸色骤变，李长生脑中翻出相关记载，药王谷与药王门本是同一宗门，昔日出过魂斗罗强者，魂斗罗陨落之后，2脉争夺资源，宗门一分为2，药王谷承袭制毒术，药王门持有解毒秘方，常年互相征伐。前宗主张玄便是遭药王门偷袭重伤，自此双方攻守逆转。如今药王门坐拥2名新晋魂帝，实力稳压药王谷一头。诸位弟子随我前去抵挡，我去寻老师。杨洛起身欲往内殿，又顿住看向李长生，面露难色。阁下来得不巧，不如先行离去。此战若药王谷尚存，我们再履约炼药，无妨。宗主先去御敌。杨洛快步走入内殿，不多时搀扶着一名垂目老者走出，正是前宗主张玄。杨洛见李长生仍留在殿中，语气冰冷：“你为何还不离开？莫非是药王门派来的奸细？”他认定对方假意求药，实则配合外敌里应外合。李长生看向张玄，我既求贵宗相助解毒，自然不愿药王谷覆灭，此番帮你们退敌，便抵作药费如何？张玄嘶哑发问，小友当真有把握？1对1，我可斩杀对方1名魂帝，若能退敌，药王谷任由你差遣，即便只能牵制敌军，解药依旧如期炼制。张玄拦下欲劝阻的杨洛，宗门眼下危在旦夕，没有别的退路。谷外传来张狂喊话：“张玄老狗，今日我陈安夺回先祖基业，复兴药王宗。”张玄看向李长生，陈安由我牵制，另一名魂帝交给你，放心。李长生早已摸清对手底细，门主陈安63级魂帝，魂环2黄2紫2黑；副门主李平61级魂帝，魂环2黄3紫1黑，二人武魂只是中上，完全不足为惧。陈安看见走出大殿的张玄，放声嘲讽，直接无视一旁的李长生，没想到你还能行动，今日我便彻底了结你。张玄淡淡嘲弄，李平还躲在暗处，又打算偷袭，当年若非偷袭，你怎会是我对手？陈安毫不在意，心中自认胜者书写历史，他日史书只会记载他拨乱反正。张谷一脉是窃夺基业的贼人，对付你无需偷袭。空中一道风翼虚影落下，李平扇动双翼，狂风裹挟沙石席卷而来，风翼狮子武魂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张玄轻叹，转头示意李长生出手。陈安嗤笑出声，张玄真是老糊涂，竟寄望一个毛头小子。既然你执意让他送死，休怪我们以大欺小。小子，记住，是张玄害了你。第5魂技风刃。